男人因為買不起房，便來到野外自己建造末世堡壘。不僅外牆由鋼筋水泥一體澆築成型，就連屋頂都全部用鋼板密封，其堅固程度住上100坤年都不成問題。這回德魯又盤下附近的100畝山林，計劃將這裡打造成為堡壘的後花園。可以看到上面還有前任主人搭建的小屋。而最酷的地方在於這條穿林而過的溪流，瀑布從高處傾瀉而下，只需稍加改造便能成為不錯的度假勝地。德魯大概查看了一下木屋的狀況，外表看起來雖略顯陳舊，但其實內部看起來還算完好。躺在床上聽着潺潺流水聲，仿佛置身於自然奏響的白噪音交響曲中，真的非常解壓。旁邊還配套有2個存放雜物的小倉房，裡面還有很多可以使用的工具。I got a chainsaw with it. There we go. 沿着木屋旁的栈道蜿蜒而上，是一個球形的樹屋秘密基地。長時間的風吹日曬雨淋，裡裡外外都已經破敗不堪。按照國際慣例，改造的第一步自然就是一輪大清理。在好基友的幫助下，他們迅速地將雜物間內的東西給清空，還有使用價值的東西保留起來，其餘的垃圾則堆放在篝火坑內付之一炬。在他們想要将東西搬運出去時，才意識到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，這裡根本沒有像樣的路可走。既然如此，那只能自己動手修路。於是德魯立即回到大本營，開來一台挖掘機便開始動工，根本無需太複雜的規劃，直接開着挖掘機一路碾平雜草灌木，推倒歪斜樹樁，而後沿着山坡的邊緣開始挖掘。原本以為只是一個簡單的木屋改造，沒想到竟演變成一場開山修路的大工程。不過好在德魯這小子平時就愛倒騰各種工程機械，一個人就相當一個工程隊。這麼好的手藝肯定能找個好工作。找工作推薦58同城，大牌民企直招，海量崗位入職快。經過一頓瘋狂輸出，一條山路終於初具雛形。為了確保安全性，他還特地用一些長條形的石塊堆碼在道路邊緣充當護欄。現在終於可以開着他的小型越野車直達木屋旁，接下來的垃圾清理工作就變得高效許多。不過現在的道路還是相當陡峭，為了以後開車前來度假更加省心，德魯又開來了一台更加大型的挖掘機。他把挖斗換成炮頭，對着裸露的岩層一頓精準爆破，當當當的聲音震得林間鳥雀四散，路上的岩層迅速碎裂開來。而後再將碎石推平過後，一條寬敞且平坦的山路赫然鋪展在眼前。就這寬度，不僅能隨便通行，原地掉個頭也完全不在話下。山頂上這片空地地勢平坦開闊，德魯計劃後續在這給他剛出生的兒子建一座可眺望雲海的豪宅。前面一排肆意生長的大樹雜亂無章，且遮擋了大部分的視野。於是德魯拿來油鋸一將它們攔腰截斷。砍掉礙眼的大樹之後，這片空地瞬間豁然開朗，雲海輪廓清晰浮現於天際線。在開始對木屋翻新之前，德魯首先對屋子的尺寸進行了精準的測量，而後便開始繪製翻新設計圖。從圖紙可以看出，他不僅要重新構建木屋的地基，還要在屋頂兩側擴建老虎窗，以增強採光與通風效果。想要實現地基的重建，必須要先將木屋整體移動到一旁。為了減輕重量，室內的所有非承重隔斷和舊木板都要一一拆除。接着他們拿來放木頭，用來對木屋的整體框架進行加固，防止在吊運過程中發生形力。接着将底部的立柱給截一截，使木屋徹底脫離地面，再用挖掘機慢慢地將整個木屋吊起，平穩地挪到旁邊放好。埋在地下的立柱在挖掘機的暴力拉扯下，拔出蘿蔔帶出泥。旁邊的雜物房早已腐得掉渣，最終難逃被拆除的命運。為了防止野生動物窩藏在地基下方，新的地基德魯決定採用混凝土整體澆築，在挖掘機的輔助下，
迅速地清理出一大片空地。基坑四周有許多枯樹，留着只會對木屋造成安全隱患。德魯揮動油鋸將它們一一放倒，而後開來挖掘機幼崽和自己改装的履帶貨車，將枯樹殘枝盡數清運出去。為了確保新地基與木屋能完全吻合，德魯拿來激光測距儀反覆校準定位，連毫米級誤差都精準修正。在開始澆築之前，首先鋪設一層碎石進行第一輪的找平。接着德魯開着卡車到山下的建材市場，購買了一些木板和幾十包水泥。他根據設計圖的尺寸先對木板進行裁切，之後便可以拉到工地上直接安裝。這便是地基的模板。為了盡可能的節省一些混凝土，基坑中間先用碎石墊高，而後鋪上一層塑料膜綁紮鋼筋。一切準備就緒後，便可以開始澆築混凝土。旁邊的溪流提供充足水源，省去了許多麻煩。在自動攪拌機的輔助下，澆築的工作有條不紊地推進。不得不說，德魯對於地基的把控極為嚴苛。就這強度，別說是一間小木屋，即便是3層小樓也綽綽有餘。考慮到房子的地勢較低，為了防止存在積水的情況，德魯還特地在地基四周埋一圈排水管道。接着，他們在地基上支棱起模具，用於澆築底座的混凝土牆。這部分就相當於地下室，能將木屋抬升隔絕潮氣。底部的空間還能用來作為設備間，這和他之前澆築堡壘的工藝一樣。不過一個人施工還是相當的困難，因此德魯叫來了幾個好基友幫忙。這幾扇牆體看似單薄，實則內部嵌有鋼筋網與抗震毛栓。待混凝土牆體完全凝固後，靠近山坡的兩面，德魯用碎石進行回填並夯實，既增強牆體抗側壓能力，又能提供更多的活動空間。接下來就到了木屋歸位的關鍵環節。為了確保安裝上去之後嚴絲合縫、穩步如初，他們先用砂輪機對地基邊緣進行精細打磨，而後再將木屋底部裁切平整。完事後便可以開來那台大鈎機，小心翼翼地將木屋吊起，緩緩地安置在地基之上。這項工作非常的考驗操作精度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木屋散架。最終經過2個半小時，也就是1個小時的緊張協作，木屋終於穩穩落定於地基之上。旁邊這棵大樹原本是被特意保留下來的，但現在看來與木屋離得實在太近，為了防止造成損傷，權衡之下，德魯還是決定將其咔嚓砍掉。趁着大挖機還在，巨大的樹樁輕輕鬆鬆就被連根拔起。為了獲得更大的活動空間，德魯還要在木屋四周搭建露台。他的堡壘旁堆放了許多的大石板，現在正好派上了大用場。首先通過履帶貨車把石板轉運到木屋旁，而後在鈎機的輔助下，將石板鋪設在之前填埋的碎石上。嚴謹的德魯依然非常的嚴謹，每一塊石板的鋪設都用水平尺精準測量，確保鋪設出來的露台保持平整。為了防止山崖上的碎石滾落，還要用石板沿着邊緣壘砌一排護牆。這項工作雖不複雜，但卻極其考驗體力和耐心。在挖掘機幼崽的輔助下，露台和護牆正在一點點地往外延伸。原本看起來雜亂無章的空地，逐漸被規整的石板與護牆勾勒出清晰輪廓。隨着側面的露台打造完成，屋前也同樣需要鋪設。德魯首先將屋前墊高墊平，而後繼續鋪設上大石板，直至露台與下山的道路完美銜接。完事，他還特地挑選了幾塊平整的石板，安放在露台邊緣作為天然的坐凳，以後便可以坐在這廳溪水潺潺，山風拂面。由於鋪設的大石板存在着很大的縫隙，為了防止走路磕到甲溝岩，德魯又運來一車碎石，
均匀地填入每一道縫隙之間，直至露台徹底被填滿壓實。現在度假小屋前就有了可以闲逛的平坦區域。在搭建露台的同時，木屋本體的改造也在同步進行着。由於它要擴建2個老虎窗，因此屋頂上的瓦片必須要拆除重做。德魯最擅長用鋼板搭建屋頂，對於木工他沒有太多的經驗，因此只能動用超能力請來了專業的木工師傅幫忙。他們首先將屋頂拆得只剩下框架，接着在屋頂兩側擴建出老虎窗。在超能力的輔助下，屋頂的重建进度飛速。他沒有選擇用彩鋼瓦進行密封，而是採用這種質地輕盈的濾青瓦，只需一層層自下而上粘貼固定好即可。接下來便可以開始進行屋頂和牆體的保溫工作。德魯沒有選用傳統的保溫棉，而是直接噴上發泡聚氨酯保溫層。這種保溫層能緊密填充每一處縫隙，隔絕山間的寒氣與濕氣。為了使木屋更加的通透，德魯還在牆上盡可能的掏出更多的窗戶。在開始對室內牆體密封之前，首先要將水電管線安裝到位。雖然德魯木工不是很在行，但水電這方面他卻是駕輕就熟。為了防止他偷懶，妻子還特地安排了剛斷奶的兒子做監工。難怪外國人的動手能力這麼強，原來是打小就開始培養的原因。德魯把電器設備都安置在地下室，不僅更加的安全，還能節省很多室內的空間。密封室內牆體，德魯選用的是雪松木板，不過為了節省開支，德魯採購的是未經過加工的木板，因此在安裝之前，他需要自己給木板進行開槽。接着便可以將加工好的雪松木板釘在牆體龍骨上。由於木板之間自帶卡槽，安裝上去之後就能達到嚴絲合縫的效果。居住在野外，壁爐是取暖的必備設施。不過在安装壁爐之前，首先要將防火隔離層鋪設到位。這片區域的牆體它換成了耐火石膏板，並用一塊厚厚石板作為底座。為了更加的美觀，牆上它還特地貼上石材裝飾。此時屋外已經飄起白雪，寒冷的天氣讓人瑟瑟發抖。由於之前並沒有在屋頂預留排煙孔的位置，因此不得不臨時在屋頂鑿開一個孔洞。而後再將壁爐和排煙管道梳理好。經過一天的忙碌，壁爐終於點燃，橘紅色火焰在爐膛內跳躍升騰，暖意瞬間彌漫整座木屋。他們把臥室安排在了閣樓上，為了節省空間，德魯決定制作一個旋轉樓梯連接上下層。他首先切割了一塊正六邊形的鋼板作為底座，而後在上面焊接上圓形鋼管作為立柱。樓梯踏步同樣也是用鋼板制作，首先按照模型畫出切割線條，再拿來電鋸將踏板一片片切割下來，而後再用液壓折彎機將鋼板進行簡單的加工，這樣每級踏步都呈現出優雅的弧度。為了能將踏步牢牢地固定在立柱上，德魯首先在踏步較小的一端切割出弧度，而後與一節比立柱大1圈的鋼管焊接在一起，在組裝的時候便可以直接套入立柱完成精準咬合。每一層踏步都是獨立的個體，角度可以自由的調節。經過簡單的調試之後，便可以將樓梯固定在地板和閣樓上。上面還要再鋪設上一塊鋼板作為樓梯踏面。為了確保上下樓的安全，德魯還要給樓梯加裝一圈護欄。不得不說，在鋼材加工這方面，德魯的手法已爐火純青。弧形護欄隨樓梯走勢自然延展，焊接接縫處打磨得光滑如鏡。有了坚固的樓梯和護欄，上下閣樓再也不必擔心失足。別看木屋面積小，但安放一張2米的大床是一點問題沒有。入戶門的位置還能放置一張小沙發，簡直把空間利用到了極致。現在他的度假小屋改造便基本完成了。此時大雪覆蓋了整片山林，
德魯迫不及待地帶着妻子和狗子來到小屋，他們将壁爐點燃，小屋內的溫度迅速攀升。脫去厚重的外衣後，與心愛的人依偎在床上，透過窗戶靜靜地欣賞着窗外紛飛的大雪。這小日子別提有多惬意。